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是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川普今天在白宫发表了100分钟的演说，方方面面的政策他都跟大家介绍了。他说他是上任34天，可是他做了4年不止的事情，而在前一天呢，他在 True Social 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上面预告说，明天晚上会有大事。可是这个大事是不是后来他没有讲出来呢？因为在今天的国会演说里头，我们看到川普他曝光了美乌的关键信件那泽伦斯基说愿意签这个协议不是说228那一天2个人在白宫里头不欢而散吗？现在泽伦斯基又要回头愿意签了所以川普就很高兴他说可以再回到谈判桌，我们可以讨论可持续的和平那真相到底是什么？他本来要丢什么样大的事件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可是川普其实蛮狠的，因为那一场228的谈判破局了之后，我们看到他第一个暂停了乌克兰的军援。这还不打紧，他还禁止盟友对乌克兰共享美方的情报，这摆明了就是把你的这个腿给打断，把你的枪给抢走也不让你看见任何东西几乎是把你的眼睛也给蒙住了我们看到呢，包括川普他要什么样的条件呢？他说你泽伦斯基要公开道歉，你那天对我出言不逊，对我不礼貌。第二个，那当然就是他的目的了，要签这一场矿产协议所以看起来泽伦斯基现在是都低头了，他都愿意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川普命令暂停供乌克兰武器，美国的这一位退将卫斯理他就说恐怕会重演当年越南垮台的那样的惨况。大家如果要看，把时间倒回到越战结束之后，美国展开像是长风行动，当时的情景大概可以让大家一窥一二那个慌张的情况一架美国的直升机降落在西贡，也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的大楼的屋顶上。大楼里头的美国的外交情报人员还有一些当地的雇员争先恐后的爬上梯子的情况，就是逃难，就是撤离所以是不是乌克兰也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我暂停了你的军援那会不会有更混乱的情况发生呢？欧洲现在跟美国的关系，那当然也非常的微妙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川普自己就非常的夸大的说不晓得是真的假的。他说其实2天之内已经有9位的欧洲元首打电话给我了，其中有4位是首相那有5位是总统，他们都跟我说了电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透露是哪9个人可是言谈之中志得意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欧洲这些国家看起来对外是讲人权，对外是讲民主，对外是讲支持乌克兰，可是到底拿什么来支持呢？大家都还在观察包括这个所谓的维和部队那英国跟法国说是现在开始已经在筹谋了已经在这个兜一些所谓维和部队的各国名单。可是被打枪说是有可能你会惹怒川普这个是前越的行为川普是希望主导权这由我大川普来定你前越我干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报道就说，英法此举恐怕被川普视为前越，可能会降低美方支持的可能性。刚刚不是传出来了吗这个 Vance 就说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或者是说有一些国家从来没有打过仗也在这个维和部队的名单上这个语气间充满了不屑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施凯尔，表面上呢，在这个给这个泽伦斯基给乌克兰送温暖，不是这个泽伦斯基一回到这个欧洲大陆呢，就跟这个施凯尔抱抱吗？可是呢，他私底下呢也跟这个泽伦斯基苦劝说你必须修复跟川普之间的关系，因为和平的道路还是必须通过白宫还是需要美国的保证要不然都是白搭。我们先来看看包括这一场所谓川普重返国会的演说，川普讲了100分钟，他讲了什么？现场的情绪又如何？我们来看看。
We have accomplished more in 43 days than most administrations accomplished in 4 years or 8 years, and we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And to that end, I have created the brand new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 Perhaps you've heard of it. Perhaps. Which is headed by Elon Musk, who is in the gallery tonight. 你看到底下的国会议员啊，不断的喊 USA。USA 哦，那他特别介绍这个 DOGE 这个部门，就是一个效率部嘛。那伊隆马斯克哦也被这个他介绍上台哦，很多人都来欢呼哦。所以你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某种程度啊，在国会里头，共和党当然哦，大家一面倒的欢呼。可是民主党的议员，如果你有观察到的，很多人都坐在那边默不作声哦，已经也是一个两个世界了。我们看到美俄关系现在看起来好像回暖喽，川普自己觉得他居功厥伟，甚至有美国议员想要提名他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哦，说他真的很厉害，没有人比他更配得到这个奖项了。可是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就蛮令人担忧的。普京的发言人说啊，政策转变大致符合俄国利益，讲的是美国的政策哦，你不提供军援给乌克兰就打不起来了，所以他们也都鼓掌说，美国干得好。而另外彭博社就说，普京同意协助川普跟伊朗进行核子谈判。大家知道伊朗一直是美国心中的包括有这个小布希讲的邪恶轴心嘛，所以说我们这个普京啊，我们俄国也可以来帮你跟伊朗这个包括这个核子的一些解除啊，点点啊等等啊，所以连美国的学者像是米尔斯海默都说，美俄将达成协议，欧洲最后也会复合美俄的。你现在看到欧洲好像还在挣扎，可是最后他们不得不一起转向过来。来，先请教彬哥。现在邪恶轴心有人说是不是？那个美中俄，这三个直接搞定了，所以现在到底谁是邪恶轴心已经看不太出来了。那川普本来是预告他有重大事情要宣布，对，结果大家全部都很期待这场国会演说，就讲了整整100分钟，创下国会史上最高纪录之后，通篇都是自吹自擂，没有任何重大消息啊，就全部都是讲他自己好棒棒，不就这样吗？那我在猜，他本来可能，如果泽伦斯基没有公开表示回心转意的话，也许他会讲一些对泽伦斯基非常不利的东西，也许啊，但是现在既然泽伦斯基回心转意，那就不用再提了。川普就是个商人嘛，我也没有必要让你太难看。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其实还没完，因为川普要的是公开道歉，他要的是公开道歉。那泽伦斯基有办法公开道歉吗？他才因为这个东西，他在国内的民调上升了30%。那他道歉完之后，会不会剩3%？我不知道。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可是为什么泽伦斯基这么快就转变？因为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形势比人强。因为美国一下子断了所有的军援，等于乌克兰前线立刻断炊啊！你这个仗要怎么打？你要知道军心是很可怕。我一旦发觉我后面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源，我大概就注定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请问一下怎么打这场仗？这个会马上产生整个搞不好全线崩溃都有可能。所以他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他只有赶快回心转意去求川普。可是你现在再回去求川普，我觉得条件恐怕是更苛刻。那这个条件也不单纯是川普的，恐怕很多就是普丁的条件。因为你要达成这个协议，你单纯只是签旷谈协议没有意义哦，那只是保障了美国的权益。可是你保障了美国的权益之后，这场战争要怎么结束？这场战争要结束还要普丁点头，那普丁的条件可是非常严苛的，乌克兰有办法承受吗？所以这就是接下来的看泽伦斯基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对他来讲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但是他也不得不去面对，因为他实在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那英法呢？我们一开始，我想我们几位在那边大家都讲，就从头到尾就认为英法就是嘴炮王。那事实也证明，其实泽伦斯基也发现，他在伦敦受到盛大的接待，各国元首跟他拍完照之后就鸟兽散，就还是一样，大家只是为了拍那张照片。那接下来斯凯尔是劝他，你还是要去求白宫同意，
还是要白宫点头你才有的玩。所以你看，整个欧洲联盟根本没什么用，所以难怪范斯会如此轻蔑的讲说，你们那些杂牌军根本没有用，对啊。那当然他改口了，他说我讲的不是英法，英法跟我们并肩作战，我讲的是另外那些杂牌军。到底是哪一国啊？不知道，因为现在说要出军的只有英法，所以到底是谁也不知道，反正大家自己去解决啊。那可是整个状况就是这样子，泽伦斯基已经没得选择，但是没得选择之后，现在就是川普表演的舞台嘛。可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川普有点得意忘形过头了。实际上他今天在那边就是整整100分钟的自吹自擂的时候，民主党在台下其实是一直在虚的。哦，有虚哦，有虚，甚至很多人拿了标语直接抗议的。那后来强生居然直接动用警察权把人赶走了，你知道？所以其实场面其实是很难看的。我只能说，他这一场国会演说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但是恐怕美国国内部的分裂是更加剧烈的，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也未必是个好事。那只是现在看起来，目前唯一可以确定大赢的人是谁？看来就是普丁，普丁赢麻了，知道吗？那赢麻了，普丁接下来就看他怎么出招，怎么设下更严苛的条件。那这个条件其实老实讲也不是单纯乌克兰要不要同意而已哦，还有英法。如果这个条件实在严苛到过了头的话，英法要怎么去接招，恐怕也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那川普看起来是不见得会顾及英法的利益，那英法你到底要怎么解决？我觉得是时候显露你们不是杂牌军的时候。赖老师，川普为了吸引眼球啊，那么故意说啊会有这个惊人的这个真相要说啊，那果然啊我们都被吸引进去了啊，一早就打开看直播啊，结果什么都没有啊，被他忽悠了过去，糊弄了。本来以为他要爆出拜登的黑料啊，例如说之前他要 Elon Musk 去追查这个泽连斯基说，你说你给我1770亿，我就拿到760亿啊，那这1000多亿跑去哪里呢？本来以为啊，因为川普也信誓旦旦的说这些钱被洗走了，那个马斯克也说这笔钱流向不明。本来以为他们追查到了，要爆出这个黑料，说拜登整个团队把这个钱塞到口袋里面去，结果没有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要不就是爆出泽连斯基啊有这个巨大的贪渎案，结果也没有爆。然后整个谈完了以后，什么料都没爆啊，只说泽连斯基有给他写了一封信，那这封信也没有公开啊，那只是说他自己说的。好，这么怕这没有收视率，然后来忽悠大家，等到你第二次演说，我们就不看了啊，反正你就是骗一次，就给你骗一次嘛，啊，也就认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啊，泽连斯基他麻烦了。为什么？因为泽连斯基还可不可以？因为他现在要求要跟川普再见一次面，而且他同意啊要签和平协议，而且同意要接受美国的领导，同意要签矿产协议，要接受美国的领导，然后签和平协议、签矿产协议，这3项都是川普要的。那你有没有可能再度的破裂？那如果你不敢再度的破裂的话，那你如果一旦到美国去的时候，是不是川普拿出来的人都要收了？那川普拿出来的，因为现在已经传出一个讯息，而且这个讯息很明确了。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说，我们目前没有要跟他签，而且可能条件要再往上加了。那这一条件要往上加，要加多少？是从之前的5000亿已经到川普这边加到1万亿了，也就是1兆了，是不是要从1兆再加到2兆或是4兆？我们不知道了。也就是说，现在川普要的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到底要多少兆，没有人知道。那要看他到最后丢出来是多少兆，这第一个。那你泽连斯基签还是不签了？如果你签了，大家就问说，当初为什么5000亿你不签？对。然后现在这个5兆你来签，或者2兆你来签，这什么意思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和平协议呢？那如果这个和平协议，因为对俄罗斯来讲，普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第一个，永久不准加入北约；第二个，你必须要投降；第三个，我占有的土地都归我；第四个，欧洲的军队不能进这个乌克兰。4个条件了，讲得很明白。那如果有，我们就签和平协议；如果没有，就不签，那就继续打下去。以川普现在的立场来讲，要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一定要满足普丁的胃口。一旦满足的话，你乌克兰，你泽连斯基，你签还是不签？如果你拒绝签这个协议，这个和平协议，你就根本去不了美国嘛。那你去了，他端出来的，你一签你就完蛋了，你就是历史罪人，也就是你就板上钉钉了，就直接钉上去了，说你就是乌克兰的历史罪人。你为什么跟拜登发动这场战争？因为川普的对战争的定义跟解释是这场战争是你拜登、史托滕伯格跟泽连斯基你们3个人搞出来的，不是俄罗斯侵略。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甚至在上个月的 G7 的外长会议中，不准这个外长把这个入侵、侵略乌克兰写进去里面，只说俄乌冲突。G7 的所有的外长都跪下来了，没有人敢再说这是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台湾民进党要不要再说这是侵略型的战争，还是俄乌冲突？要不要改口？是，如果美国都定了，然后泽连斯基也签了，那也都被认定了，那民进党是不是要改口了？没错，过去的这个我们刻板的印象，或者是过去我们相信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已经被翻转过来。那未来怎么办呢？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因为我是研究美国内政的，他今天这个演讲，说老实话，虽然说他好像是说是得到了选民的授权，可是并不像是一个想要带领整个美国的，我觉得还继续做分裂的工作。特别是你今天已经赢了，你不需要再打落水狗，把拜登讲的就一无是处。通常你可以讲你的政策，我觉得都可以，但也不必去吹嘘说他大概做的事情做的什么最好这个还超过华盛顿史上第一。我觉得这些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然后他每次都是 never before, you have never seen before， 对不对？都是好像空前绝后，不晓得会不会绝后，但空前的那我觉得这一个真的对美国的社会的和解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特别他找的一些人来这个出席的，好像都是受到非法移民攻击的受害者。那你一直在强调这个印象，但是在同时又讲到说，好像譬如说有些补助给亚裔的教育，他亚裔哪需要教育？亚裔教育水准很高啊。然后又讲到说，譬如说我们台积电过去等等。可是你创造出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对亚裔很歧视的环境。对，那你今天又要把他们带到这个美国的高科技业这些来投资，你想想看我今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工程师或者我们的一些这个科技人才，他可能就是会跟着这个台积电要去美国，没错，但他的家庭、他的小孩，他会觉得，因为我自己这样子讲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的大学跟研究所对外国学生是蛮客气，因为他们要晓得要包容、要多元。小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是非常粗的，什么这种种族话都骂得出来。对，你们这些小孩在美国长大，你的家庭、你的太太要去接受这种环境，受得了吗？所以我觉得川普，你先把你这些创造出来的对立先改善再说。那至于说欧洲这个和平部队我一直认为是说，你们欧洲怎么那么不聪明，没想到说找联合国来做，因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全部都是全球南方的，什么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你觉得今天那个普丁会想去在那个地方创造出不太好的东西吗？因为他一定觉得说，我要在全球南方得到好的印象，所以呢，我会尊重这些维和部队。所以为什么不找联合国？我始终搞不清楚。你们今天欧洲去创造维和部队，其实并没有好处的。对，老师其实也提醒了我，对啊，我们联合国就有一个维和部队，就这个联合国本身就有啊，为什么不派这个维和部队嘞？还要自己再另外组一个这个所谓的维和部队不过这件事情都还在 ING， 都还在进行当中未来乌克兰会怎么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命运，我们都还在观察。可是眼下
中美的关税战哦，现在看起来打得火热啊哦。中国大陆出了很多招，美国也一样。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方面哦，他说在进口的美国原木中哦，检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虫啊、杜虫嘛，还有天牛啊哦，这些东西是对检疫有伤害的哦。所以啊，包括大豆一样哦，也检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对于包括这个原木啊，还有大豆哦，我都暂停你进口。哦，这是他先出招了哦，做了一些公告。那另外呢，接下来也对美国的光纤产品发起反规避调查。好，那这个被美国就说你们是恩将仇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说你要打贸易战，我奉陪到底呀。所以现在呢，开始打起来了，一般民众就会担心说，这个币值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所以我们看到呢，人民币现在对美国不跌反升，这是在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之后，确定大陆进口商品累计征收20%的关税。可是昨天4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跌反升升到7.26，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这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像是这个关税战川普是地图炮。各地都在这个开花，像是它的北边跟南边的邻国加拿大跟墨西哥，现在看起来也不忍了，他们硬起来反制在加拿大方面，他们说即刻对美国300亿加币进行商品的课税25%，而另外呢，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他也说，如果美国你持续要这么干的话，我们会笑着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出口。大家要知道加拿大有很多的电力是往美国输送除了德州之外，美国各州的电网都跟加拿大各省互联。而安大略省的电力出口的3大客户就是纽约州、密西根州跟明尼苏达州所以你好啊，你来跟我关税战，我就把你电源给切掉。那另外我们看到杜鲁道加拿大他们也忍很久了他说这个关税根本很愚蠢啊，你川普想要摧毁加拿大的经济，然后再并吞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有一些厂商其实已经用脚来做行动了，投了票。瑞士莲巧克力本来在加拿大有生产的，现在部分的生产线已经移出了美国这个移出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呢，从美国转到欧洲，因为就是担心美加或者是美国被加拿大给这个报复这些关税战会增加他们的一些成本。而另外我们看到在墨西哥的部分，通常我们知道有很多大的厂在墨西哥也有设厂，可是如果说你要把它的汽车关税提高的话，那消费者要买汽车的话，这个价格就会升高。所以你可看到美国的汽车联盟警告，车价恐怕会飙涨25%，我成本通通转嫁给你消费者。股市其实很敏感立刻我们看到连续2天美股4大指数都收低，包括道琼暴跌超过670点，连续2个交易日的跌幅超过1300点，标普500指数也有很多在抛售所以你可以看到呢，选后本来有一波庆祝行情，可是现在已经都被抹去了。而加拿大、墨西哥的反制美国关税，美国现在松口了的确你硬碰硬他就松口了，他说川普有在考虑啦，有考虑可以降低都可以谈嘛，所以这样想到我们台积电都没有谈你看你对他硬一点他就会示软，可能就有谈的空间了。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他就讲说好啦，我们会想一想跟他们一起找出办法。而我们刚刚看到川普在国会的演说喊出了复兴美国梦那他还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表现。 I return to this chamber tonight to report that America's momentum is back, our spirit is back, our pride is back, our confidence is back, and the American dream is surging bigger and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e American dream is unstoppable, and our country is on the verge of a comeback, the likes of which the world has never witnessed and perhaps will never witness again.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好，就像严正声老师说的，现在美国的民众其实非常分裂，一半可能支持他，另外一半非常讨厌他。来看看最新的民调他的满意度，川普
44%，超过半数的民众不满经济还有在外交上面的表现，而这个美国的制造业的景气面临再下探的压力，看起来川普还是很难做哦。来，彬哥，我觉得大陆早就说了，你如果敢来，我就给你反制吧。那大陆现在就开启这一波反制，那我觉得这只是开头。那随着如果美国还是持续要一意孤行这样下去，那大陆会启动更多的反制措施。那这些反制当然是经过预先评估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这已经不是美中第一次交手。其实美中从川普第一任到现在已经交手8年以上，这8年来大家有的时候紧张，有的时候缓和。那我想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大陆也好，美国也好，应该都评估过。只是川普现在一上来爆冲，那你要爆冲的话，那也只好这样沉着应对。那导致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民币对美元不跌反升，这个是因为直接展现民众对人民币的信心吗？我觉得也未必耶，这搞不好是趁势的，因为川普这2天才在讲说，你人民币跟日元要给我不能够再给我跌了，你再跌的话，我要再给你加关税，所以现在升上来刚好就可以避免一条关税，那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是他刻意调控的，还是刚好只是反映市场，这我就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也在讲，就是川普的战略是很奇怪。正常你一次对付一个国家，特别是对付中国大陆这种大国，你应该集中所有的精力去对付中国大陆，而不是开地图炮对所有的国家开始做这种事。现在加拿大就开始反弹了，我也对你征关税了，而且加拿大现在安大略他拿翘什么？因为你的电力是我供应的，对，所以不啰嗦，我直接给你断电，断电美国就有上百万人没电可以用，那看你川普承受不承受得起。那当然。我觉得加拿大这次反应之所以会这么激烈，主要是川普一开始讲的话太嚣张，直接老是称杜鲁道是州长，然后老是说他是美国第51州，直接要接收。我想正常稍微有一点点血性的加拿大人都听不下去吧。你不管怎么样，就算你加拿大必须遭受损失，你做一个人输人不输阵嘛，你好歹也要做出一些反制的动作，总不能像过去一样，美国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所以我觉得加拿大这次会做出这么激烈的反应。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川普的嚣张态度造成，不然的话，以过去加拿大来说，他一定是想尽办法求和，他没有必要跟美国伤了这个和气。可是现在就没办法。那当整个世界局势这样演变的时候，厂商会各自找出路，这个是必然的现象，这个倒不用政府去担心。厂商永远走在政府的前面，都比政府厉害。那导致这些汽车商，你现在直接增加零件的成本，那我就只要反映在整个销售成本上那直接受害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那这样打下去，就是我们之前最担心的。你先开始美国内部的通膨，到最后如果一个处理不慎的话，其实有学者预言，最严重的情况可能造成全球经济大萧条。你要承担这样一个危机吗？那当然，现在美国又开始放软，说我们可以谈不急所以我也一直认为，这就是川普的一个战术，就是我先对你施压了，然后如果你松动了，我就继续施压。那如果你很硬的话，那我就往后推一点。所以大陆可能是看准了他这个战术，所以现在我就跟你硬刚，然后看你准备怎么办。那全世界应对最废的大概就是台湾了，连泽伦斯基至少在白宫跟他呛2句，虽然现在还是软了，现在还是乖乖回去。我们是从头到尾不抵抗主义就是完全你喜欢哪个你就自己拿去，自己挑。对啊，你自己慢慢挑，高兴挑哪个挑哪个，免费大赠送，我们连卖都不用卖，直接送，就是这样子。全世界只有台湾是这种反应这匪夷所思但是我们真的就做出来。赖清德今天还在说，大家不要内部分裂，不要去讲那些有心的话题，这样会破坏团结，这样对台湾是不好。你都把国家卖了，你还在指责别人，会不会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当川普完全是用这种商业上的战术去面对世界各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快，世界各国会看破他的手脚，我觉得会开始慢慢对他的很多极限施压会相应不理。那川普如果这一招没用的时候，他恐怕要再想下一招。赖老师，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因为美国就单挑中国大陆来打。那这一打了好多年川普从2018一直到拜登再加科技战然后再加301特别301，就这样一直打了6年多。川普一上来了以后，这第2次的贸易战就不只是中美的贸易战了，而是美国全线开工
那目前来讲，它是先针对大陆，还有针对于它的邻居啊，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这个澳大利亚来打。墨西哥。墨西哥，对不起，不是澳大利亚，墨西哥。接着他希望在4月2号的时候再扩大，是对于他的盟国，盟国都包括欧洲，那亚洲里面有韩国、日本、台湾等等菲律宾。现在其他的亚洲的都在看他到时候的4月2号的对等关税会是怎么样的玩法但是我想，川普他这一次没有料到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他已经准备有300亿了，应该够了。结果他这次没有料到，就是原本一直不敢跟他这个唱反调的加拿大跟墨西哥，结果这一次却站出来了，这很意料外因为他认为加拿大应该就俯首称臣了，墨西哥那更好揉嘛因为一捏就碎了。结果杜鲁多同步的宣布，先是300亿，那3月21号接着就是1200亿美元的关税了。墨西哥就宣布3月9号开始，他们会丢出这个反击的关税的一个做法。是，那当然马上就听到说，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就是说，哎呀，我们他们2个国家一天到晚打电话给我求我求得半死很有诚意我也感动到他们的诚意他们在非法移民芬太尼这部分，他们已经不知道打了多少电话给我呀，所以呢，我内心里面有点感动。我相信我们的总统是很公正的他很愿意、很理性的、很愿意妥协的不是妥协，他差一点讲出来他说他很愿意折中的，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折中？是，那到底怎么样也没人知道。可是问题就在加拿大已经下去了安大略省刚刚韩冰说了，也已经撂狠话了，56亿美元嘛但是最主要的不是钱的问题，是电。对，而且它影响到纽约州的电。是。好，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安大略省什么时候也开始动手？不过加拿大有很多的省已经把美国的产品已经下架了。对，这是确实已经看到的现象。也就是说，贸易战不用打，我先把你下架，不卖了，可以吧？好，这样的一个反制其实对美国来说它有压力。可是我觉得压力最大的还是来自于大陆。为什么？因为大陆在上一次的贸易战里面，它采用的是总量的，就是说全面性的。可是由于大陆跟美国的贸易确实是一个是4000多亿，一个是1000多亿，对，那怎么办？这次采用的是精准式的打击，专门打红州，打红色商人。就是共和党的这些金主来请教严老师。就是接续这个赖老师讲到，这个红州特别是农业州都是支持共和党嘛，对那可是关税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为了保护工业州，农业州完全是反对共和党就是那时候的共和党支持关税，因为他们都支持大企业，支持这个要保护，没办法跟英国、德国竞争，结果农业也被人家反关税嘛，反制关税，对，所以搞得一塌糊涂。所以美国是非常分裂的。那现在这些农业州农民，你今天投了票给川普了，但是川普说I love farmers， 你真的爱他们的话，你现在做的事情就在封他们的路。那今天大陆今天搞出这个什么大豆检查出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叫做。术语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的壁垒，我还是把你挡掉嘛，对不对？是。那所以也不需要用关税，我就用这个，我没有说要征收你可是我查到这个我没办法进口了。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双方会慢慢继续下去。可是我对川普我就是说觉得说他有一个大的一个逻辑的问题，他还是认为这些企业今天到美国去就是被出口到美国是征收关税，是这些企业在付，不是你美国的老百姓消费者在付。他始终认为这样子的钱就会回去然后把这笔钱就可以用到什么地方。对，而且今天美国如果已经落后的或者没有那么快能够补足的，譬如说制造业，你今天要在美国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所以美国的通货膨胀是不可能会下来的，所以他今天讲得很漂亮，说通膨什么都会下来，我认为他在吹牛了。没有错。其实这个未来，其实美国的消费者现在可能也错了蛋了很多美国家庭现在都在囤货，就是怕未来你要付出更多来买这些日常的用品。而另外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说到美中
之间的这个商业战已经持续了这么久，包括在科技方面也一直都在某种程度在封锁中国大陆美国发动的。那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的这个全面封锁之下，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到底到哪里了？我们举几个例子给大家来看一看，包括现在出现了浙江杭州有一家公司，它的 AR 的这个眼镜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据说这个眼镜非常的厉害它不仅可以导航，还可以提醒你使用者过斑马线，可以应付你日常的购买啦、支付啦，还有辨识物体呀，甚至可以播音乐、录影等等就是我们看到科技电影里头像这样子的功能的AR 的眼镜现在据说在中国大陆问世，而且功能还不错。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人形机器人过去我们在这个新闻里头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款，可是这不一样的是它是全球首例它是在这个他说是优必选在极客 5G 的智慧工厂里头，它 demonstration 这个演示给大家看，它是所有的这些人形机器人请看这个我们导播给大家看的画面，变成像是工人一样在流水线上互相的协作，互相的来做一些产品。如果这些工人取代了未来像取代我们这些人工的话，那当然会制造很多问题。可是如果光看这一幕大家还是大开眼界机器人未来就是取代了我们一般工人的一个作业的模式。那当然现在都还在实验或者是在我刚刚讲的 demonstration 的一个阶段可是已经是全球首例了，到厂里面打工以后的工人都不需要了。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晶片有突破壁垒吗？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新的讯息，说突破了美国的封锁那使用了开源的2种晶片。那另外呢，中国大陆还在一些包括说辉达因为也被封锁了嘛，你不能买这个高阶的晶片，可是说是你多付一点钱就可以买得到，真的吗？好像是现在有查获，包括新加坡卖给他，而且呢，中国大陆很多企业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就去像马来西亚、越南这些，你就多付点钱，然后就买到了辉达、NVIDIA 最新的 Blackwell 的 GPU 所以好像封锁看起来也没有这么的滴水不漏。而另外我们看到桥水的达利欧，他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的创办人，他就说美国在 AI 晶片的研发里头拥有优势，可是很可惜的是美国没有制造业，所以呢在达利欧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认为在这个跟大陆的竞争上，他不相信美国可以占优势你在 AI 上，你科技可能是在 knowledge 在各种的研发上是好的，可是制造业你是落后的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这个是来自于科技新报的一个报道，他说中国晶片制造的研究现在领先全球，讲的是论文数还有引用数都超过美国。它的数据是引用2018年到2023年这个晶片的相关研究的一些论文中国论文有34%，美国的论文是15%，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中国它的贡献比是已经超过了一半，美国是22%这个都是来自科技界的一些金头脑他们贡献出来的研究的成果。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两会现在登场了，那有像是科技上面的聚焦，在这一场记者会上，开幕记者会这个发言人就说 DeepSeek 是反映中国大陆科技的创新包容。而包括你看到雷军大家知道他是小米的 CEO， 他就说未来聚焦新能源汽车还有 AI 产业，要求的是产业的大换血。所以中国大陆在 AI 这一块看起来的的确确他们是蛮有把握的也展现了他们的企图心。可是我刚刚说了，人工智慧热潮来袭，就像刚刚在工厂里头看到这些人形机器人，未来可能很多人会失业所以人大代表就建议说，你要完善 AI 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失业保障有一些工人可能他没有工作了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也要兼顾。来，我们先请教彬哥。我觉得这个 AR 眼镜看起来是很酷但是我同时也怀疑，就是他如果在眼镜里头有这么多讯息出来，你在开车或骑车，这样会不会分神？没戴过。对，这个恐怕要实地感应才会知道，因为看起来是很炫有点像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那种眼镜。可是这个可能还要实地测试才知道。而且据我所知，很多人戴这一类型眼镜的时候，
因为它聚焦的关系哦，它很容易头昏。头晕。对，所以这个也是必须要去克服的东西。那当然现在还是在测试阶段，这个大家就慢慢看科技如何进步。那导致我对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群体这样打工，我是觉得挺有趣的。就是其实你看他那些动作，他绝对不会比现行的生产线快啊，一定比现行生产线那些机械手臂慢非常多。但是请注意，因为现行的生产线是特化，它是专门针对那个工作，它只会做那个动作，对，所以它当然快。可是它这个可怕在哪里？它是万用的，也就是如果它经过它有学习功能的话，以它的这种人形构造，它可以做很多我们现在一般的传统生产线上的东西，它可能都可以做。那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类，就像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些收入比较微薄的、这些相对比较低阶层的这些产业的这些工人的生存，因为他们可能会直接被取代。那所以我想这个未来会成为全世界各国头痛的问题，也就是你当产业发生这样的科技转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安置这些人？因为这些多出来的劳动力你要怎么解决？你如果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的话，恐怕这个社会就开始动乱。对，因为这些人没有饭吃。所以新的时代、新的科技都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新科技也不见得全然是好事，也是有其他必须要去设想的地方。那晶片呢？我们一直在讲说，你去钳制中国大陆的高阶晶片，其实你就是在逼死它发展。那现在中国大陆也是一直不断的想要找它自己的出路生路，所以它也不断的想要绕过美方的限制去发展。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正常，因为它不可能坐以待毙嘛，所以它一定会这样去做。那只是美国现在全面性的管制先进的这些 AI 晶片，让中国大陆取得。那你有没有办法真的管制到呢？其实不是没有办法。就是以后，其实美国政府如果他真的要管制的话，他就规定你辉达出来的每一个晶片上面的序号我都要列管，然后你要买的厂商每一个我都要知道你的用途在哪里，你要用在什么地方，你申请多少片，我全部管制。美国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其实可以啊，但是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这样做辉达会垮掉，就是这样，因为辉达的产量就不会这么高，因为你的买卖极度受限嘛，你就没有办法生产这么多。那你没有办法生产这么多的量，就会造成这些晶片会变得奇贵无比。其实现在就已经很贵，对。那你再下去可能就会变更贵，那整个产业受得了吗？所以这就是美国两难的地方。如果你不做这么严密的管制，实际上你的管制是无效。对、中国大陆会想尽各种方法从全世界各地想办法去收。这边只提到越南啊，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你以为台湾就没有？其实都有啦。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黑市管道，还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一定的嘛。因为中国大陆据说通常是以市价的1倍、2倍、3倍这样在收购。是啊，那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对很多人来讲，我甚至直接就变成一个买办，我的公司成立可能就只是为了去跟辉达买晶片，都是在转卖给中国大陆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它很难去制止的。那导致中国大陆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他这几年全力的不断的在抢攻6G、抢攻 AI 这个部分。那美国也知道这一方面它面临很大的挑战。那只是说现在其实还看不太出来胜负了。你光看论文的数量，其实也不能完全这样比较，因为论文还有质量本身的问题。所以重点还是在，我觉得未来10年、20年，我们大概就可以慢慢看出输赢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大陆的 GDP 2023年他们达到5%，可是您知道他们在科技产业达到8.9%，那也就是说平均是8.5%，而科技产业的成长率是达到8.9%。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的创新科技它的成长的速度非常惊人，尤其在现在美国全力打压，因为拜登这4年全力的在打科技战。而且只针对中国猛打科技战，而且拉的荷兰、拉的日本、拉的欧洲的国家，全部在围剿中国。而这些国家通常都是科技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然后全部围着中国大陆打。结果呢，打了中国大陆不降反升，而它的成长却成长到8.9%，这很高的比例。那所以各位才会看到这么多的产品一个一个就出来了不管是这个机器人啦，不管是 AI 啦。不管是电动车啦，各方方面面全部都一直出来。那晶片更令人惊讶，例如说，我们看到在互联网里面，像6G，中国大陆又领先了，因为它的专利数在全世界最多
而且它目前的6G 的这个原型也已经出现了。然后等于是说你美国没有5G，可是美国想说那我在6G 赢你，现在6G 它也落后，中国大陆还是领先。这样的一个发展里面，晶片现在也看起来越来越封不住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证明了，也就是说 DeepSeek 它过去采用的是英伟达，就是辉达的晶片，可是它现在已经开始在抽换了，改用麒麟709100C，他们已经开始在抽换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晶片用完了要淘汰了，就换掉，就换本土的晶片。现在连 RISC 的这个也第5代的也已经出来了。那也就是说，过去是美国掌控的闭源的，它全部采用开源，等于是开源战跟闭源战，中美在较劲了。那晶片这个部分，美国封锁不住 ，AI 的晶片也封锁不住。现在唯一还能够维持领先的就是台积电，而不是美国，是台积电，因为英伟达它也是委托台积电帮他做这些先进制程的晶片嘛，而不是英伟达自己能够做出晶片嘛，是台积电能做出晶片。那如果大陆它，因为韩国都承认说2022年的时候我们韩国赢，2024年我们全部都输了，那韩国落后台积电没几年，那中国大陆也已经赶上了韩国，那现在追赶台积电，难道剩下2-3年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再加上台积电现在又被搬走1000亿要投在美国去，那美国的生产效率大家都知道嘛，盈利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一定比台湾差很多。那这样的情景，台积电如何竞争？而这一段时间的大量的投资，然后把1.6奈米的要往美国来移动，而这样的一个进展速度，投资也有那么多的话，大陆赶上来追上来的时间也会缩短。我觉得在整个晶片战、科技战里面，看起来，我觉得这个桥水他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你封锁不了中国的。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问严老师怎么看这个科技战？我觉得今天看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然后我就忽然就在想到，我们的教育部禁止我们跟中国的军工7大军工这个大学工业这个来交流，应该是大陆怕我们去偷他的科技吧？是啊，怎么会是我们在担心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加强化我们的交流，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嘛？怎么会说怕他们来？我们现在在这很多地方，我们除了这个晶片之外，其他大部分都在落后了。那你落后的时候，你还不愿意去学，还封锁，说不能有交流。我觉得这个脑筋是有点不清楚，就是不想长进了。那今天大陆。过去我觉得美国低估大陆，都是认为说，包括机器人也好，包括 AI 各种东西，他都认为说大陆人多，他们不敢搞这些东西，因为搞那些失业问题很大。大陆照样搞出来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搞错了。而且包括你看，他们现在人大也说，今天你要对这些因为机器这个机器人也好，或者 AI 的出来的这些受到伤害的这些工人，要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我相信是会有了，因为过去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有这种恐慌嘛。